啦啦啦啦啦啦。是不要乱打别人奶头。自己先笑，尺度也太大了吧！想事情没有。这合理吗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想打他？最 real 的来宾，真的不要找他，拜托不要。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型男电影趴》哟。今天是型男吗？是吗？今天呢，非常开心，请到了舅。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？叫黄义乔，比较女性一点。可以叫你义乔吗？可以。可以叫巧乔吗？可以啊。乔妹吗？可以叫你小乔吗？都可以。哦，大乔。有大乔。今天呢，很高兴邀请乔，觉得你平常啊健身有成，而且感觉你应该是一个蛮会保养的人。没有哎，没有。好，今天到此结束了，耶！没有是那种就是那种很拼命，或是要去 SPA 什么。对，我们只是想知道说你平常是怎么样就做保养的。在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是化妆水跟乳液，然后已经30之后就是化妆水、乳液再加那个精华液。那还蛮认真。我本来以为你只有乳液，我发现超多。那你吃会比较讲究吗？随便吃的，我最爱吃垃圾食物了，比方说麦当劳、对，肯德基，对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曾经一个礼拜3次这样保持1个月。你不是斜杠健身教练，为什么你还可以吃这么多有的没的？就是因为动很多。哦，你平常健身健得很勤吗？很勤啊。哦，等一下，他很靠北。他刚刚一来的时候就说：“我是一个不要来找我上课的健身教练，拜托不要来找我。”哇，斜杠的健身教练可以这样，就是不要来找我上课。等你还没有介绍他是健身教练还是？哦，他主要是模特儿，就是有拍很多广告啊、平面啊，还有很多作品类，对不对？健身教练只是他斜杠，对，请不要找他。对，真的不要找他，我求你们，拜托不要找他，不要找他。可以找我去吃东西，我超爱吃东西。好，那你自己本身会有毛发上的问题？小腿啊。哦，蛮粗的耶。你是希望要有小腿的毛是吗？对。为什么？我其实不用也没关系。我喜欢这一趴，体验看看，就是他觉得小腿的毛镭射除完的感觉是。对，大家会像这样子。行，连看痛不痛就好。没问题。好。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，你的电影是选择哪一部？华尔街之狼。哦，华尔街之狼。华尔街有狼吗？有啊，还有狗。有牛吧？有，他们其实是一个动物园，然后他们会开设很多，就是那叫什么？其实我在丢梗，叫你帮救我的意思。我的天，你在等一下，你在那边讲这么正废的话，我的天啊！我在拜托你救我，然后哪一炮？等下哪一炮？他以为华尔街真的有狗，还有其他畜生。我很认真在听，我想说有狗吗？我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华尔街，可能他以为华尔街真的是一个动物园。对，它是一个地名啊。那在华尔街有牛吗？有啊，有一个可以拍照的。你们现在才回来哦。华尔街美语，芝麻街吧？哦，芝麻街。奇怪，什么是华尔街？我觉得今天就这样了。为什么你会推荐《华尔街之狼》？因为其实那时候是我刚出社会，然后有一段时间，然后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比较迷惘。但里奥纳多在里面，其实他的那个演法，激励人心的那个震撼，真的有。虽然君子取材取之有道，不要骗人，但他的那个演说真的很棒。我以为你要讲说看了这部片过后会提醒我说以后要小心这种人。你现在是说里奥纳多让我觉得说啊，君子要取之有道。里奥纳多的本名叫里奥纳多·威尔海姆·迪卡皮欧。对。为什么叫里奥纳多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就可以放中式那个主播说里奥纳多·皮卡丘。男主角里奥纳多·皮卡丘。对，是因为他们爸妈都是演艺圈的人，然后他们刚好去了意大利的某一个艺术馆，刚好看到里奥纳多的画作。你是说里奥纳多·达文奇？所以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取的。对。哦，你知道？我是一个知识新人，你好厉害。那我反正他是比较空的。那我觉得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比。
大赛？有，我有参加过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就是属于知识型的啊。真的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我以为请认真看。好认真。你说在那个表演里面震撼人心，是你觉得你有感同身受吗？还是会？我会想要真的拿起电话打电话去推销人家去买某一只股票。我的天哪，这太不合理了！你感受他的什么内心，然后或者投射你哪一个故事什么？就你竟然说看完电影之后，我想打电话去推销股票，就他很会演，然后就这合理吗？讲话很激励人心啊，对。最近我很喜欢有个地方，就是女人，然后金钱。如果能演到那种就灯红酒绿，整个在都是女人，都是钱的感觉，我就我靠，太酷了这样。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庞氏骗局吗？我听过，大概就是他会画一个饼给你，然后其实他没有那个价值，然后引诱你进来，然后用上一代人的钱来骗下一代人的钱，所以这种就常常会用在老鼠会啊、庞氏骗局。然后其实华尔街这样在说，其实我们金融都会有一个遇到瓶颈的时候，到一个高点的时候，它就会崩盘。因为我们这样子才会有循环，因为你是高点的话，没有低点，人家就找不到进场的时候，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这风险，他只告诉你说，哎，这有多好，你看现在一直在上升了，对，所以很多包括华尔街市场和同期的很多金融电影都在讲说，金融这东西有点像是比较大的老鼠会，而且是法律允许的一个骗局，对，所以你看懂这个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就投资的时候要小心，说到底你可不可以承受它的后果，可我很惊讶，你竟然不是看到这个后果，是看到对。我现在有一个东西，我们要雷射，你帮我卖这个雷射，你要怎么卖？我不知道哎。那华尔街之狼最重要的一开头就说，我现在有一支笔，你要怎么把它卖出去？你可以帮我签名。人家就我想帮你签名。那一段真的很经典。那等一下可以跟你要签名吗？我没有签名啊，你要我签名干嘛？就是我想要卖你这支笔。哎，他翻白眼，看到没？我最喜欢他有一段，他演那个什么，这是他的项目。所以你知道这一切的卖的东西都一样，你要如何让它增加它故事性，还有它为什么比别人更需要这支笔？例如，我想要你的签名，这样比较有意思一点，或者你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多一点。所以你看，你有敲的话，两个一起敲，你们有共鸣点，兄弟会的概念，你觉得更加投入一点。啦啦啦啦啦啦！但我不得不说，其实因为里奥纳多，我第一次看到原来贾英的表演情绪，在愤怒的时候用假音是合理。可以表现一下吗？女朋友在吵架嘛，他不是说 Are you kidding me 吗？他是用假音，Are you kidding me? You are lying. No. Are you kidding me? No. 很高亢的那种，然后我才发现哇，原来在情绪重的时候用这个假音。台湾也有啊。干嘛？那你可以表演一下吗？我不要了。所以这就是演过电影跟没演过的差别。那你有看过里奥纳多切刀片吗？有啊，当然。另外一个黑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摔破玻璃，他其实真的受伤，然后基于可以问我吗？你知道吗？杀令，对，追杀令，绝杀令。可是我最爱他全面启动。谁是导演？我不知道。昆汀塔伦提诺。我要跟你讲哦。我觉得格里岛很厉害格里岛很屌。他有更早之前我觉得蛮突破的，他演一个男同志的诗人。我知道那一部也很厉害，他演得很好，在那时候非常年轻，他大概18到20岁。对，那部很少人看过。你知道那部片是真实故事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对，他是一个真实的法国诗人，真的遇上了一个同性恋的爱人，然后就真的是抛家弃子，然后跟他在一起。因为我不是说只能推荐一部电影，他推荐《华尔街之狼》，然后却只是为了打股票，是因为你自己在玩股票吗？没有啦。回想起来会觉得当下真的是想要做这件事情，就很厉害了。他的演法让我好像置身在他的办公室是员工这样子做股票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厉害，因为你很懒。我跟你讲，他从头到尾，我每次跟他聊天，他都说因为我很懒。你到底有多懒？请问？就很少去主动做一些事情。那你有做过什么比较有创意的想法的东西吗？像我剪接影片嘛，出自于我的兴趣，那很棒。可是我觉得，就算是一个蛮冷静的，你自己情绪有崩溃过或哭过，还好，因为我很懒。没有看到观众，你有没有想打他？就没有必要哭，也没有必要生气。还是你像我们是里奥纳多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？因为你也知道，懒的人会找捷径，很容易到达某个点。那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？我觉得蛮聪明的。为了节省时间因为懒的人其实基本上做事情都喜欢快，对效率。那我这个人比较像皮球啦，
就比较能够接受人家。你是皮卡丘，为什么我是皮卡丘？因为你说你是皮丘哦，我说皮球哦，皮丘。对，他是说它像皮球，所以可以可伸展性很大，对，而不是像皮球。这要卡掉，一定要留，拜托，到底刘道玄的脑在想什么？那如果有一天呢，要你演这种股票的这种，你是会有兴趣吗？当然有啊。所以是因为你还没有被股票烫过手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还没有演过电影。你最想演什么角色？我最想演杀人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个性看起来不像杀人犯，所以我去演杀人犯，就人家猜不到啊。我控制嘛，好看我觉得。那个杀人犯，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男生杀人犯啊，结果是女的。我喜欢看这种片，对，就是要演这种杀人犯，你都不觉得他是杀人犯，而且到最后杀人犯一定不要被抓到，这才是最高招。对，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看《控制欲》？真的是近几年来我印象超级深刻的。对，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正，绝对的负。没有，有些人杀人就真的没有什么好坏之分，他纯粹只是觉得他比较好，会控制东西，可是他没有要善恶，他就是很混乱。很混乱，我就喜欢那个混乱的那个感觉。那可以等一下给你一把刀，然后你杀我。神经病，我等一下犯法。哎，很痒。哦，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那个，我忘记那个主角是谁了，你们来猜猜。他是从小被阉割的男生，你知道《霸王别姬》那一部，我觉得也是神作。对，你知道导演只拍了那部红哦，真的哦。对。陈凯歌导演，那强的是他的编剧吧？强的是找对主角。哦，真的吗？找了张国荣来演，整个气场都更好。真的很棒。我现在回去看，我就觉得基本上吊打就很多。对，而且如果你懂历史的话，会觉得他把历史衔接的非常好。末年日剧到民初，到文革，我看得出来就是历史的变化。对，你会知道他有时候会被推崇。对，有时候被打压。推荐《霸王别姬》，那你本身会吃霸王餐？可是你知道，像抢救雷恩大兵嘛，比较 heavy 一点，再加2个字，就会让它比较不要那么 heavy。像什么？抢救雷恩大冰淇淋。很冷。如果有导演找你演我们那个张国荣的角色，都是一个挑战。其实你的美女之间其实有点。张国荣有点像，其实。你这样讲好像有所以你是台湾张国荣，没有台湾张老丸，你们是同一挂的，是那个传奇，他是做自己的代表，所以你做自己吗？我做自己，但我一定要宣导一下，因为很多人喜欢把做自己挂在嘴边，但我觉得做自己跟自私，很多人会把这2个混为一谈。你觉得那个界限在哪里？最后，我觉得很难去定。不要打扰到别人，对，不要犯法，就是做自己的。音乐呢？音乐你是推荐哪一首？顽固乐团的那个 Paradise， 那是我大学的时候听到的。那时候以为这 MV 是在倡导不要滥杀大象，其实就跟华尔街之狼那一段就是激励人心有关系。刚出社会毕业的时候，会看到歌词，会觉得这首歌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，它是说一个小女孩发生的事情。对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对，让你讲啊，要不要猜讲完？要不然我可以讲一次，你再讲。好，你讲一次。大概是说一个女孩要追求梦想，然后其实经历过很多挫折，对，然后最后的时候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大象们，所以才变成4个后来一起组织。对，好，所以它是很激励人心的地方在这里。他没有非常好的真正达到结果跟目的，我就喜欢他这写实的歌词。对，好，他讲完了就是这样子，我懒得再讲。这合理吗？可以呀。请问最 real 的来宾就是你这样子是否定之前来宾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最随便的来宾。对。而且我必须要讲说，酷玩乐团它厉害的地方在跟团员之间，他们有签一个合约，就他们不能用饮料。真的假的？一用到就马上终止。这首歌我喜欢它另外一个版本，是它现场，然后它是比较有点抒情摇滚的那个版本，我觉得非常的赞。它是宣传爱和世界和平。对，所以它歌词里面都会不断强调说不要做太多垃圾食物啊，吃太多干嘛之类的。所以你内心是一个有爱的人。我不敢这样说啊，但如果能够帮到其他人，我 OK 很愿意。那你觉得以目前他分享《华尔街之狼》跟这一首歌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它是一个非常阴暗的一个人。有吗？还好吧。就
就是非常冷静啊，不像我觉得，他是充满着梦想的大男孩，他比较像是深思熟虑。我觉得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大男孩。但你也知道，经过社会削弱非常非常多。对，我觉得小很多，所以变成现在的他是没有想过是这个阶段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有，就正常人。可是我觉得他本人是一个蛮可爱的，有话直说，很敢讲。有些人他比较不会讲自己的缺陷，但我觉得他很 real，就是他直接说我就是懒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。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让自己好脱身的方式吧，因为你只要说什么都懒的话，他可以什么都不用。就像刚刚介绍那个以退为进，这也是。这就是我看到他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很多人是会往前冲，他是比较厉害，是先收了。就像我们发音唱歌的话，很多人是那比较高手的话，就是收比较多，该放的再放。但如果真的今天我要拒绝一个人，我就会直说，因为我没有必要。没有，这拒绝是一回事。我觉得你的历练已经不是男孩的阶段，已经变成到比较深的一个阶段。社会已经把他一些角啊磨掉了，所以他比较圆滑。对。或是想比较多东西。那你知道钱的英文是 money？ 知道。OK， 好。所以，我的天哪！他真的太好笑了，我说。那你知道猴子的 monkey？ 哦，对对对。剪这句观众会生气耶。两个到底在聊？对，人是 people。题外话，但我说实话，像刚才到现在都是题外话，对。但我不知道你跟我个性是不是一样，就是会喜欢流浪，出去玩过？没有自己出去。你没有自己出去玩过？那上次出国是去哪里？日本，帛琉。日本哪里？藏王，安比高原，日本很漂亮，海到下面，觉得你一定要去，真的很漂亮，尤其那时候是要冬天的时候去。哇，这什么都不能看，不要乱演的，这不行吧？你私下蛮变态的，没那么夸张。Oh my god！ 你尺度也太大了吧？这是下雪吗？对，很扯。其实蛮厉害的。你居然没去过？那你有滑雪吗？没有，我应该去那里滑雪，就是这里面滑雪超棒。我觉得我会想去，蛮酷的。对啊，去过冰岛过，觉得好像大地貌都已经看过了。我跟你讲，冰岛是人生一生中一定要去。你知道罗米修斯是在冰岛拍的，我有看过他 PO 的照片，就是我觉得冰岛真的很恐怖啊，不是很恐怖啦，震撼。对，你知道冰岛就可以看到北极光，对，不用到。你那时候有看到？对，冰岛那时候那个北极光是瑞了。什么？我们期待着的北极光被他说又有。没有，因为你会抓着很大的希望去嘛，然后你就会吹冷风嘛，但一直都在。然后大概5分钟，你吹到就好像有点太冷了，你就回室内好了。但他们物价是真的很贵吗？很贵，无敌贵。他上厕所还要钱，我记得是100块还是什么？对，就是3欧。真的。像他们的泳池他们有很多温泉啊，他们的发电是用地热发电，没有在产生什么汽油，所以他们很环保。所以环保概念是全世界最强的。他们有很多泳池是裸体的。男女一起在泳池里面。在室外吗？对啊，室内室外都有。室外不就很快就结冻了吗？他们是热的。不是说你只要一起身，你整个会。对，可是很多日本的温泉是在天寒地冻的那个。但没有比冰岛冷。冰岛其实也没太冷。是干冷还是湿冷？干冷。干冷还好。去北海道的感觉还有时候比冰岛还冷。那你只有去过日本的一个地方？那我最爱冲绳。那你们去冲绳会跳绳吗？你有去？屡试不爽，终于配合我。东西真的超难吃，我跟你讲，你台币5000块就够了。它水母湖很漂亮。进入当地的话，你们就要去缴那个水母税。它不会蛰你？不会啊，你是可以下去，然后去摸它，去 touch。它不会攻击你？不会啊，他们全部被退化。这个是列入我的名单里。摸起来像布丁，触感很好。好漂亮，我喜欢那个感觉。现在应该更多了，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少，然后疯狂繁殖。但看到那个蓝色，它是有毒的，唯一一个有毒的。对，然后很漂亮。就这么近，万一碰到你怎么办？不可能啊，你不要碰到触角就好。我有去碰它的那个头，那时候我在小岛。那时候鲨鱼要冲过来咬我。哪里有鲨鱼？没有拍到，没有它在远处，但太浅了，它游不过来。好了，
其实我觉得聊完蛮开心，虽然聊了蛮多题外话的，但这题外话因为我们今天标题叫题外话，就叫题外话，以下标题叫题外话。好，最后 ending 的时候，我想让他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乔，身高180，对，我兴趣是打电动跟健身，希望世界和平。你最满意身体的部位是哪一个？眼睛吧，眼睛就 OK 啊。好，那你 ending 就说大家下次见，然后你就自己往前，然后拍到眼睛。对，这样还不错。没有这个，谢谢大家，然后镜头直接帮我拉近。你连往前，连往前那个都来。懒啊，真是。那你干脆今天就定在这里好了，这样。来帮我润进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见。谢谢今天的题外话，乔。他是乔。乔最满意的地方是他的眼睛。对，马克伊斯最帅。马克伊斯比我还好，不是比你帅。他真的蛮疯的，我发现。我不喜欢人家来挑战我。哦，你是一个很敢挑战的人。对啊，你要拍片，对啊，你敢？快啊！我不敢，没有到尺度那么大。所以马克医师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怎么样的？讲不出来。你的眼睛啊？有吗？屁啊！这叫屁！哇，这个麻药是白色的哎，你就没办法走路。就是我想翻白眼。有抽到笑点吗？如果你要除毛很痛呢？那就硬撑啊！你会硬？我会硬，我拳头会硬。那我们就打一个不要敷麻药的地方。不要啊！不要。来一个梁朝伟的眼神。想事情没有，你要想说。就躺另外一边去。好，全部都这样整来宾啊！哦，还好。哦，有敷到跟没敷到啦。还好。你不要故意去找那个没有敷麻药的地方。你真不知道我想什么？不然他奶头怎么会出事啊？这很无聊哎，瞬间爆汗。哦，是很快，那很屌哎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的色泽就会自己比较白。所以你刚刚就说奶头会变白，也是因为这个。对。哦，因为我是专门被黑色素洗手的一个黑色光。那它可以打雀斑哦。也可以。体验完感觉还不错，很棒。希望那个医师不要乱打别人奶头。感觉你们这家诊所很多艺人。不少啊。你就是最帅的艺人。大红豆、芋头、炒的料。红豆。那你可以讲到你最讨厌的一个艺人是谁吗？没有。刘道玄。刘道玄是谁？哦。Max。妈的！干！对不起，我这个终于下来了，你干！我这个人很直接，然后对 Max， 我只记得你叫 Max， 所以呢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 Max， 刘道玄。这样蛮没礼貌的，怎么会在人家面前问谁是谁啊？